什么人？新娘子真嫩啊！自那以后，我脸上便多了一块黑色的墨痕。这种无颜之貌，也配做我侯府的主母？今晚我不回房了。你占着这侯府主母的位置，成婚至今却连个子嗣都生不出来，要你有何用？哥哥命真苦，竟娶了你这么个丑陋的无颜之女，带出去都嫌丢人。至此，我任劳任怨，操持家务，抚养过继来的儿子，一心一意为侯府筹谋。直到我撞破夫君和侠女在一起赏花踏青，我才知夫君和侠女早就一见倾心。今日这花开得真好，花好，人更好。当年你留信离去，说受不得侯府规矩，却又不甘心把我拱手让人，才用密钥毁了他的容。我那是太爱你了，才不想让他占了你的心。解药就在这儿，你要是心疼他，现在就拿走。既然你不想，我便不要。我陆玉此生为你守身如玉，这侯府主母不过是个名头。这孩子送入府给他抚养，承袭家业，女儿便留在你身边，将来招赘上门。原来这些年他们过得快乐极了，苦的只有我。我悄悄给侠女下了软禁散，又火烧山庄，通知夫君和儿子赶来救火，将他们当作贼人一起捆了扔进山中。我自知犯了死罪，写下血书，敲响敦煌鼓。臣妾李氏状告侯府宠信万世，侵辱正妻。李香君，你虽有罪，但情有可原，本宫怜你，许你先领了和离书，再赴死。从此我不是陆家妇，只是李家女，这一生终究是荒废了。这是大婚之日，我竟重回到了这一刻。顾飞烟、陆玉，这一世你们谁也别想全身而退。新娘子真嫩啊！香香，你干什么？陆郎，快逃！我要让这墨痕在陆玉脸上长一辈子。我要让顾飞烟亲手毁了他最爱的男人。我要让你们相爱相杀，至死方休。李香君，你简直让我太失望了。陆玉，退婚吧。香香，就因为有人胡闹，你就要退婚？不行，你得和我去大堂说清楚。李香君，你疯了吗？我哥还没嫌弃你刚才拿他挡刀，你倒先拿巧起来了。你要这主母之位，我给你，但我心里早已有人，给不了你夫妻之实。为了你，我愿守身如玉。这无伤墨唯有顾飞烟有解药，但绝不能让李香君拿到。他要是治好了脸，哪还会这么低声下气的给咱们当牛做马，供咱们花销？就是嫂嫂这张丑脸，才是咱们侯府最稳当的摇钱树。陆公子，这墨痕叫做无双墨，粘在肌肤上，除非有特制的秘药，否则绝无可能去除。刚才那女子分明就是冲着毁我容貌来的，临走前还口口声声叫你玉郎。陆公子，这是你惹下的桃花债。我李香君虽然命薄，但绝不愿与一个321私相授位的人结为夫妻。你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。我承认，那女子与我确实相识，但我与她之间绝无私情。今日之事不过是她小孩子性子胡闹罢了。你若因为这点小事就要退婚，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。小孩子胡闹，陆大人好一个胡闹。师父，为什么我这一生过得这么苦？施主，你可曾在枕边人面前做回过一个孩子？施主若在他面前不能做回孩子，他便不爱你；若他在施主面前也不能做回孩子，施主也从未爱过他。杀人毁容，阴狠毒辣，在你陆玉口中竟然只是小孩子胡闹！哼！陆大人既然觉得是玩笑，那便请你当众弯腰捡起这块帕子擦一擦，看能不能去掉你脸上这引以为傲的墨痕。怎么，陆大人不敢验，还是你心里早就清楚，这顾飞烟亲手调制的无双墨根本擦不掉。陆玉，收起你那副悲天悯人的嘴脸，你的沉默真让我恶心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擦不掉？一定是这帕子不够湿。来人，拿温水来！娘，疼，快住手！还不快去把刚才那个疯女人给我找回来！快去！香君姐姐，你对我哥哥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情分了吗？他与那女人真没私情，全是那疯女人一厢情愿的缠着他呀。陆姑娘，我李香君要嫁的人是名满京城的青年才俊，绝非此等丑妇。等你哥哥把这张脸弄干净了再来找我，否则单单是看上一眼，我就食不下咽。
传我几道密令：第一，派人死死盯着陆玉，顾飞烟那个贱人舍不得陆玉吃苦，定会回头。我要让他有去无回，我要让陆玉顶着那张丑脸，在这京城里烂上一辈子。第二，派人去玉香楼，那是京城最大的杀手组织。大小姐的意思是，悬赏追杀顾飞仙，不论代价，只要他的命。曾经的我是那扇任人戳破的破窗户，如今我会平等的超负每一个恶人。拿着这张画像去玉香楼。大小姐，玉香楼要价极高，真的要……只要能让他顾飞烟每一日都活在京剧中，多少银子都值。他既然不喜欢被规矩束缚，那就让他这辈子都去外面颠沛流离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别怕，有我在。李香君，你私下勾结江湖中人，追捕顾飞烟，你是想要毁了我的仕途吗？此事我做的极为机密，连玉香楼都不会泄露，你如何得知？那是被我政敌查到了，你赶紧收手，不要再给我惹麻烦。这是无双墨的方子，你且看看。大小姐，这方子奇诡，似乎缺少1、2味关键药材，恐怕是来自藩邦。若要破解出解药，难如登天。解药，我要你把这方子改一改，改成绝无解药的无双墨。我要这世上再无人能解此墨。上一世他死得太快了，没人看见他这副鬼样子。我的大仇报得像是一场荒诞的梦。是，老朽遵命。因为他和他的爱恨情仇，我成了一个维持他们幸福生活的牺牲品。可没人问过我愿不愿意。这一世，顾飞烟休想白白净净的活在世上。这两人是顾飞烟的仇人，上一世我费尽心思也没能找对盟友，这一世我会亲自送他们一份大礼。各位父老乡亲，看个热闹，赏个辛苦钱。卖艺的还敢伸手要钱？呸！要一杯茶。姑娘，这就是你要找的宋一山的高徒，瞧着倒像个叫花子。名门之后落拓至此，这都得归功于那位天真烂漫的顾女侠。宋某浮沉江湖数十载，今日金盆洗手，自此往后，江湖恩怨一笔勾销，只想陪夫人安度晚年。爹，你金盆洗手，问过我这当闺女的了吗？这位姑娘，你是何人？休要胡言！你瞧，这当爹的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。既然你不认我，这手你洗不干净了。宋一山，你口口声声洁身自好，这哪里蹦出来的好女儿？夫人，我不认识她呀。我不信这世上会有人随随便便叫一个陌生人爹。宋一山，你分明是背弃了我们的情谊。宋一山，我本打算今日之后恩怨两清，可老天爷都不让你金盆洗手。我有急事，改日再战。砸了金盆还冒出个私生女，你这种品格低劣的小人，此仇不报，天理难容。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！我受够了，我不卖艺，也不给人当看家护院，我要去镖局走镖。不行，镖局的生气一签就是好几年，到时候怎么找顾飞烟报仇？那难道就这样饿死？我宁愿卖艺胡生，攒够了钱就去追杀那个妖女。顾飞烟已死，临死前毁了解药，最可惜的是，曲和为了杀他，不幸殒命。只要杀了他就好，这钱你拿着，走吧，替我厚葬曲和。师父，报仇若要一命换一命，真的值得吗？我觉得仇该报，但曲和该活着，就算要换命，也该是我的一命换他们多命。飞烟，飞烟，你在哪儿？我来救你！他想救他，那当年的那颗人头是曲和。邹武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竟然易容曲和去替死！曲姑娘，可愿做我的保镖？多谢姑娘厚爱，但我身上背着血海深仇，没心思给人看家护院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你到底是谁？曲姑娘，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，那个女人也是我的仇人，不过以你目前的身手，恐怕还杀不了她。请姑娘指教，只要能为我师父师娘报仇，曲将愿终生为姑娘奴仆，万死不辞。好姑娘，起来吧，我不许你为奴为徒，我只愿你和我一样，能痛痛快快地活在这世上。施主慷慨，可要求一支签，贫尼愿为施主亲手解签。多谢师太，但这签我不求了。施主似有心结未了，如今的我看不透，
也不愿看透。施主，贫尼送你一言，宿命绝非定数，施主的一言一行里都藏着命数，命数在变，不变的只有变。承师太极言。爹爹，娘亲，诸位叔公叔婆、伯伯婶娘，今日大婚变故，是我让李家蒙羞了，但这婚退了，我并不后悔，因为陆玉配不上我。陆玉与那闯入的女子早有私情，那女子不愿被侯府规矩束缚，弃他而去，却又心中不甘，这才在婚宴上意图毁我容颜。陆玉对此心知肚明，可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却连一句责备都舍不得给那女子。我若今日当真嫁入侯府，余生只会有数不清的苦等着我吃。李家的女儿可以勤俭持家，可以任劳任怨，但不该是被人算计着去当牛做马，更不该是被外事骑在头上欺辱压榨。可你也太任性了！李家百年清誉，从未出过临阵退婚这样的荒唐事啊！李家是清流世家，女儿出嫁从不愁嫁，凭的是人品高洁。当初侯府登门，看中的不也是我李家的名望？爹爹当年亲自查访，人人都说陆玉相貌堂堂，才干出众，人品更是百里挑一。爹爹查的没错，她与京中贵女确实毫无瓜葛，可谁能想到，她却跟一个远在江湖的女子打得火热。她当初答得那样坚定，或许是正和顾飞烟闹崩了，满心是恨，所以才能毫无负担地欺瞒我李家。可今日顾飞烟这一闹，倒让她看清了自己的心，她是真的不爱我，也是真的爱惨了那个顾飞烟。爹娘以为给我选了个良人，以为我会像你们一样幸福。早些休息吧，我会帮你找到那个女子，寻药解药。放下吧，我也没在乎你脸上如何，男女之间不是非要情爱的，各司其职，相安无事。如今这样不也很好？若人是一棵树，我觉得我的内在在日渐枯萎，我干涸的得不到一滴水分的滋养。侯府到处都需要我，却没人给过我一句谢谢。这种婚不退留着过年吗？李家人居然还让你跪祠堂，若换作是我现在就去杀了那两个人。你这法子倒是可爱。上一世我当够了乖巧懂事的名门淑女，这一世我无所谓了。走吧。啊，去哪儿？你不是说要去杀那两个人吗？趁着夜色，现在就走啊！你当真不跪了？不怕祖宗怪罪？自家的祖宗哪舍得让自家儿孙受苦？跪够了，没意思，带我走。力度还行，但这轻功还是差了点啊！就这样，你是追不上顾飞烟的。找，全京城都给我翻遍了，找不回那个贱人，你们统统去死！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陆玉，你确实生了一副好皮相。当初我们多多少少都被这张脸给骗了，见过世间最好的情爱，才明白自己的处境有多惨淡。陆玉，他真让我觉得荒诞。谁？我也去。急什么？静静看着。师兄，是邹师兄，他一定是抓到顾飞言了。姑娘，我们快跟上去报仇。曲姑娘，从现在起，你要隐匿踪迹。从这一刻起，你不许说一句话。若你说一个字，我就扣你一个铜板。若你能坚持到最后，守口如瓶，我奖你一锭10两的纹银。嘘，顾姑娘，现在安全了，你没事了。哟，是你啊！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？哎呀！你怎么了？我脚好像扭到了，好疼啊！是这里疼吗？这里呢？还是这个地方？邹武哥哥，你这么关心我啊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上心呢？这妖女惯会使这些下作手段捉弄人，我以后绝不会再信你半个字。喂，我是骗了你，我的脚确实不疼，可我的心疼啊！你心疼什么？当然是心疼你。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纠结，很难受。我当初故意躲着你，就是不想让你我落到今天这种地步。可没想到，老天爷还是不放过我们。这一次我放过你，下回再见，我绝不会手软。邹武，你回头。好啦，你现在又见到我了，那你可以过来杀我了。活了2世，我对顾飞烟这个女人实在是不了解，她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让陆玉不顾礼仪法度，能让邹武放下杀师之仇？我倒要看个清楚。邹武哥哥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杀我，你这一次对我动不了手，以后就再也不会对我动手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心里苦闷，
你恨我搅了你师父的金盆洗手大会，可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？为何？还不是你师父的错，他自己要金盆洗手也就罢了，凭什么非要让你也跟着退隐江湖？他不许你再和我来往，还背地里说我惯会惹是生非，说我空有武功却不通道理。这些话我全都听到了。我顾飞烟向来恩怨分明，他既然对我不好，我自然要报复回去。去陆家是怎么回事？我听说你大闹侯府婚宴，你喜欢上那个侯府世子了？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？我是喜欢他呀，那又怎样？邹武哥哥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看的，难道你喜欢我？你少自作多情，谁喜欢你了？既然你不喜欢我，那我喜欢别人难道也不行吗？顾飞烟、邹武，这场大戏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邹武哥哥，你别生气了，你心里明明清楚，你我之间终究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你我之间隔着你师父的死，虽然人不是我杀的，但世人哪管真相，他们只会指着你的脊梁骨骂。你能当真不顾流言蜚语吗？还有你那位师妹，我可听说了，许和是个极固执的人，若你真跟我在一起，恐怕连你这个师兄也会一起杀，到时候你该怎么办？我不想让你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，更不想让你左右为难。兄妹相蹭也是最好的结果。这一世我们无缘，在我心里，你会永远是我最亲的哥哥。我不会让我师妹动你一根汗毛，我自会想办法应付她。可你喜欢那个世子有什么用？他是权贵之子，你是江湖女子，与你之别。更何况他今日都要娶妻了，这种薄情男人哪点配得上你？哼，权贵之子又怎样？我顾飞烟配谁都绰绰有余。再说了，是因为我不要他，他才退而求其次去娶别人的。既然你说不要他，那今日你为何又要去闹陆玉的婚宴？你分明就是对他放不下。是，我是放不下，我就是想看看他拼了命要娶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。凭什么我在这里为他伤心难过，他却能在那边佳人在怀，红唇满地？我就是嫉妒，我要他在成亲的时候还记着我的模样，我要他这辈子都别想多看别人一眼，我就要毁了那个姓李的女人，让她被人唾弃，被人厌弃，我要让她被所有人都看不起。我就是个为了情爱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。这样说，你满意了吧？我没有这样说。可你心里分明就是这样想我的。我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你替我杀了那个贱女人。只要你杀了李香君，我就相信你的话。你简直是在胡闹。是，我胡闹，我就是这么一个不懂事不可理喻的妖女。你现在后悔认识我了是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你我以后永生永世都不要再见面。畜生，你个畜生！师父师娘待你如亲子，你对得起他们吗？为了个害死他们的妖女，你竟然能说出那种话！凌小姐，此女轻功虽好，但心神已乱，属下在前方密林轻易便将其拿获。无双墨，这味道跟前世名医配出的解药极像。是谁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你害了我哥哥，我找你当然是为了报仇。说，无香墨的解药在哪儿？你是陆莲？陆莲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故意害你哥哥的，是那个姓李的贱女人，她根本对你哥哥无情。若不是她为了躲祸缩在你哥哥身后，让我一时手误，你才是贱人！我哥哥嫂嫂的事情轮得到你管？你这种自甘下贱、破坏别人婚仪的货色，难道你爹娘没教过你礼仪教养？还是说你没爹没娘，如畜生一般天生地养？把解药给我，我饶你一命，否则我这就划你这张勾引男人的脸。解药在哪儿？我数到3，再不说，这脸就别要了。解药就在我身上，你把手拿开，我给你。你敢耍我？你身上根本什么都没有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没有？你再找找，一定在我怀里那个夹层里。我说没有就是没有。你是存心要害死我哥哥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哥哥脸上的墨痕要是洗不掉，他的仕途就彻底毁了。到那时候，他这辈子都绝不会原谅你。官员必须容貌端正，身体健全。陆玉，这一世你若去不掉这墨痕，便再也别想身居高位，权柄在瓦。真的有？你再摸摸，我怎会还晕了？难道是掉在路上了？那这药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做出来？这可关系到我哥哥的一辈子。没有了，那药膏是我游灵时偶然所得，世间只此一瓶，解药也只有那一瓶啊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既然世间再无第2瓶解药，陆玉，
你这张脸便注定要烂一辈子。那你可把我哥哥害惨了，如今解药没了，你让他怎么办？你毁了我哥哥，就是毁了我陆家满门的未来。顾飞烟，你听着，我哥哥若是当不成官，他一定会杀了你。就算他不动手，我母亲和我自会让你生不如死，你这辈子都休想进我陆家的门。不是这样的，让玉郎来见我，求求你让他来见我，一定还有法子的。这药是我从一对西域来的商贩手中买的，你们拿着空瓶子去找那些西域商贩，说不定还能再买到解药。这种漂泊不定的行商，又是这种偏门毒药，恐怕等上10年也未必能再遇到。陆玉，你的仕途彻底完了。陆莲，是你吗？你说话呀！顾飞烟，这一世我终于抓到你了。上一世我恨了你20年，却连你的影子都摸不到。你敢毁我的脸！等玉郎救我出去，他绝不会放过你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你的每一寸仇恨都落到实处。真好，曾经干涸枯萎的心，终于被这迟来的因果注入了一丝生机。你们到底是谁？帮我做什么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你师妹曲和现在就在我手中，只要你肯帮我杀了陆玉，我便放了她，如何？你找错人了。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我邹武绝不会受你胁迫，做出这种杀人越货之事。你当真连你师妹的性命也不顾了？人各有命，你想如何处置他？悉听尊便。那顾飞烟呢？顾飞烟的命你也不要了吗？你们真卑鄙！放开他！自私自利的畜生！上一世你杀害亲师妹，竟然还有脸来我这里领赏钱，真是个硬骨头。只是不知隔壁的顾飞烟能不能挨得住这一顿打。住手！你们不要打他！我去杀陆玉！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陆玉的未婚妻李香君。住口！我和他也毫无关系，是我的仇人。陆玉的未婚妻，这5个字从邹武嘴里吐出来，就像粘在喉咙里的苍蝇，真让人恶心。李姑娘，听我一句劝，陆玉既然不喜欢你，你又何必执迷不悟？你有才有貌，想嫁什么样的才俊没有？何必非得在一棵树上死耗着，把大家都闹得这么难看？上一世你陪在顾飞烟身边默默无闻20年，连死都死在一块儿。原来这世上的大道理都是讲给别人听的。确实比不上邹大侠你大度，能亲眼看着心上人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还能体贴入微的去给他们越背养，甚至为了让那个女人理你一下，连情敌的情敌都能去杀。你闭嘴！我会去杀陆玉，希望你言而有信，事成之后放了顾飞云。一言为定。不过你记住了，我会派人12个时辰盯着你。你若敢在陆玉面前泄露半句我的身份，我会把顾飞烟切成肉丁，拿去喂狗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一粒能让你暂时开不了口的哑药，省得你那张嘴再吐出什么让我恶心的话。上一世我半途而废，竟不知道这玉香楼的东西这般好用。李香君，你何必呢？你和飞烟素不相识，哪来这么大的仇恨？素不相识，仇恨？是啊，在你们眼中不过是他想抹黑我，却误伤了陆玉。我如今做的这些的确是过了，这重生的苦楚当真是无人知晓。可我凭什么要向你解释？我李香君想如此便如此了，这世间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那你呢？你和陆玉不也素不相识？我倒想问问你，顾飞烟救过你的命吗？值得你如此待他？他没有救过我，但我心悦他。让他听听。谁？滚开！别碰我！李姑娘，他真的能杀得了陆玉吗？只要他去杀就好了，结果不重要。只要他动手，我安排的人就会让他当场暴露。到时候一张朝廷通缉令就能让他这辈子都躲躲藏藏，见不得光。到时候我会亲手送他去见顾飞烟，但我会告诉顾飞烟是邹武杀了他最爱的陆玉。但愿顾飞烟到那时依旧能心疼他，理解他。李姑娘，你笑得好可怕。曲和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曾经有一个女人，她贤良淑德，孝顺公婆，教养小姑，事事以夫君为天。本来夫家对她也算满意，可有一天，她的脸上长了一颗黑黑的大痦子。那痦子越长越大，直到占据了她半边脸。自从那痦子长出来，夫君便开始厌恶她，公婆日日斥责，连她亲手教养的小姑都对她百般不敬。可她还是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们。她想，容貌已经毁了，绝不能再丢了名声，那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立身之本。可后来有一天，她发现脸上的痦子竟是她夫君故意下药所致。什么？哪有这种畜生？因为他的心在那年轻貌美的女子身上，他把那女人金尊玉贵的养在外面，女子不用侍奉公婆，不用操持家务，整日只管娇蛮任性，无理取闹。可偏偏那夫君喜欢的紧，变着法子去讨好，还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绝不碰家里的正妻。公婆夸那女子能生养，
小姑也更喜欢那女子，和她亲近。最后，那女子的儿子继承了家业，女儿招了赘婿，她得到了一切。而那个正妻，明明所有人都是靠着她的操劳才有安稳日子，可到头来，她只得到了嫌弃、厌恶和辱骂，甚至他们还骂她贪婪。曲和，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贤良淑德的女人只能得到骂名，反而那个自私狠毒的外室却能得到一切？到底是为什么？李香君，你看我现在拼了命为师父师娘报仇，但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他们最喜欢的孩子，他们更喜欢邹武。在师父师娘眼里，邹武才是那个该鼎立门父、传承医坛的唯一人选。我从小就是个不讨喜的孩子，邹武嫌我长得丑，才干也平平。小时候我不懂事儿，追在他后面叫他哥哥，他当时特别愤怒，警告我说永远不许叫他哥哥，只许叫他师兄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亲近过他。师父师娘也觉得邹武是男儿，长得体面气派，带出去不辱没门楣，所以邹武只负责练武，而我既要练武，还要操持所有的琐事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真痛快啊，可我也难过。李香君，这世间对长相普通的姑娘真的充满了恶意。我因为相貌平平，失去了师父师娘的看重，也失去了师兄的宠爱。可那又怎样？那只能说明世人大多是庸人。我只要让自己变得不再庸俗就好了。漂亮的人不需要争抢，就有人上赶着送武功秘籍。可像我这样不漂亮的人，却要拼了命努力，才能得到一点点公平。但我并不恨师父师娘，他们给了我一条命。这世上每个人都不完美，我容貌不完美，他们想法不完美，仅此而已。只要想到这一点，我就不难过了。我为他们报仇，也不全是为了他们，更是为了将来的我。我希望将来我活到30、40甚至50岁的时候，想起年轻时的这些事，是无怨无悔的。李香君，我为自己而活，这就是我的剑道。你刚才问的问题我没法回答，但我相信这世间自有公道，否则哪来我们这些行侠仗义的江湖人？若我遇到你说那个女子，我给不了她答案，但我会提剑替她杀了那对。我真的捡到了宝，她是颗被埋没的沧海泥珠。曲和，我也想了很多。对于我们这些闺阁小姐来说，自幼受的教导就是贤良淑德，要注重名声，一言一行都得顾虑家族荣辱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确是依靠家族谋生，若没有家族这层庇佑，今日我也没法子顺顺利利的跟陆玉退婚。曲和，其实家族就像是我的乌龟壳，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可以缩进去躲避风雨，可平时我就得背着这沉重的壳慢慢的走，走得很累。但我不能只想用这个壳给我的好处，却不承担它带来的坏处。所以这就是你一定要顾全李家名声的原因。关于我问你的那个问题，其实我也仔细想过，好女人失去一切，坏女人得到一切，这只是我原本以为的。事实上，那个故事的最后，正是亲手杀了他的夫君、外室，还有外室的所有子女。他最后确实被处死了，但皇帝为他主持了最后的公道，将他夫君彻底抄了家。皇后怜惜他，特许他在那之前先签下和离书，再以自由身离去。你看，跳出原来那个家，好人依旧是好人，坏人依旧是坏人。所谓公道自在人心，便是如此。如果在一个环境里，好人硬生生被逼成了坏人，那一定不是人的不对，而是环境不对。只要跳出来就好了。曲和，我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道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找到的。我希望每一个受欺辱的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下客，不用苦苦等着谁来救。这一日竟是我重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。我忽然觉得背上那沉重的乌龟壳变轻了，也变坚硬了。它不再是我的拖累，反而成了我的羽翼。终有一天，它会带我飞上9重天。小姐，邹武回来了，他身上带了血，模样狼狈，看样子刺杀失败了。曲和，你先去屏风后躲着，我去会会他。李香君，你竟敢阴我！李小姐，陆家并未设防，邹武直入陆玉房中，一剑刺中其心口。属下按计划跟进，在他即将补剑时，扬声叫破其性命。趁他分身之际，属下在他腿上补了一刀，动静惊动了陆家护院。邹武拖着伤腿，是拼了命才逃回来的。陆玉不设防，是笃定顾飞烟会去给他送解药吧？可他做梦也想不到，等来的竟是那个为他心甘情愿去死的情敌。至于邹武，这朝廷的通缉令一下，你这辈子都只能过躲躲藏藏、为人指点的人生了。我李香君言出必迎，既然你动了手，我这就放了顾飞烟。你跟我来。谁？是谁在那儿？放我出去！陆玉会杀了你们的！放我出去！让他待在那儿，听得见就行。是你，李香君。不错，是我。玉郎要是知道你敢这么对我，他绝不会再娶你这种毒妇为妻。你这种心狠手辣的女人，根本不配做他的世子妃。你说的对，他确实不配做我的夫君。你和他才是这世间最绝配的一对。你疯了！
你在干什么？快住手！这解药现在只剩下这么一丁点了，但现在中毒需要解药的有2个人，一个是你的情郎陆玉，一个是为你杀人卖命的邹武。顾飞烟，你来选，这唯一的生路，你希望我给谁？香君君这个恶毒的人抓了邹武哥哥，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。你故意哄我的，对不对？你那样痴恋陆玉，怎么舍得不留解药给他？你一定在外面藏了人，玉儿是不是就在暗处听着？你在诈我，想让我掉进你的圈套。你若不选，那就是谁都不想救。那我就把这最后一点解药也废了。不要！我选陆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悦他。那邹武呢？他为了你孤身行刺，最后落入我手。他为了你，甚至放弃了杀师之仇，还准备在暗处杀了亲师妹，就怕他师妹找你寻仇。他为你做了这么多，难道还不值这一瓶解药？他竟然待我这样好，我只将邹武当作亲哥哥，他就算容貌毁了，我也不会嫌弃他。大不了把他当亲哥哥一样奉养一生一世。好，说得好，顾姑娘真是好一副侠义心肠，好一腔仁义担当。不过刚才我确实骗了你，事实是解药只有1份，而中毒毁容的是你和陆玉。给他看看现在的自己。我的脸！李香君，你这个疯子，你怎敢毁我的脸？你怎么敢如此待我？选吧，这最后一份解药，你是给你最爱的陆玉，还是留给你自己？求求你把药给我。李香君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我终究没有害到你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恨我？为什么一定要把我逼上绝路？没有害到我，那是因为我重生了，是因为我眼疾手快。若我依旧是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瓜，现在跪在地上摇尾骑兰的，恐怕就是我了。你竟然还有脸问为什么？选你自己，还是陆玉？我数到3，不要！ 2。我选我，把药给我，我选我自己。这真的是解药，你真的会给我？你可以走了。你有这么好心？趁我还没改变主意，滚！顾飞烟，这世间最痛苦的不是死亡，而是你发现自己最在乎的人，亲眼看到了你最自私、最丑恶的一面。别看我，邹武哥哥，你别看我。原来我心心念念护着的真性情侠女，在生死关头连一丁点生机都不肯分给我。邹武哥哥，你等等我。瞧我这记性，刚才忘了告诉你，邹武受了伤，就在腿上。不过这伤啊，是邹武去刺杀陆玉时留下的。陆玉被他一剑刺中了胸口，现在生死无助。你若不信我说的，不如现在就亲口问问邹武，看他会不会否认。李香君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真的去杀了玉郎？说话呀！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真的为了那个人去杀玉郎？邹武，我看错了你。顾飞烟，这世间最深的误会，往往来自你最信任的人无法开口的那一刻。这滋味好受吗？你指什么指？做都做了，连认的勇气都没有吗？疯子，真是个疯子！李姑娘，就这样放他们走？解药真给他了？给他了。等他用完那瓶解药，真正的噩梦才算正式开始。噩梦？他用了药，自认恢复了容貌，就更不敢让陆玉看到他现在的脏样子和对邹武的优柔寡断。顾飞烟为了保命，只能依靠邹武，而邹武背着刺杀世子的通缉令，也只能带上他遮掩行踪。我要他们这辈子都绑在一起。说实话，我也挺佩服顾飞烟这样的人。佩服她？怎么会？那种自私自利的女人有什么好佩服的？她是恶人，但她始终以自己为先，绝不让自己受半点委屈。若是这世上的好人能学来他那一半的以己为先，好人总是在牺牲，在付出，好像只要自己过得稍微好一点就是一种罪过。不该是这样的，真的不该是这样的。大小姐，这加强版的无刷墨已经研制成功，色泽更深，入目3分，且绝无解药。好，告诉玉香楼，选清宫最好的杀手，没日没夜地盯着顾飞烟。要他的命？不，我不要他死，我要他们每次找到机会，就在顾飞烟那张漂亮的脸上留下一块墨痕。我要他惶惶不可终日，我要他看着自己黑着一张脸，一寸寸迈向衰老。这一觉竟睡了2天2夜，上一世攒下的那些疲惫，好像终于在这场长眠里一扫而空了。陆玉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们陆家了。姑娘，大消息！陆玉那个混蛋真的被邹武捅了。哦，人死了吗？没有，但身受重伤，现在还昏迷不醒呢。他是朝廷命官，这回事情可闹大了。京兆尹根据陆家人的描述，已经发布了对邹武的通缉令。现在满城内外的墙上、城门洞里贴的全是邹武那个杀人犯的告示。通缉令？
好极了，走五，顾飞烟，你们的亡命生涯正式开始了。李亲家，陆家真是家门不幸，竟被那种江湖上的粗鄙女子给缠上了，活活闹成如今这副田地。我是真心喜欢湘君这孩子的，她真静柔顺，这满京城的名门淑女哪个比得上她？咱们两家多年的交情，总不能为了这点旧怨就散了。只要你们点头，湘君一进门，我定把她当亲闺女疼，绝不叫她受半分委屈。住口！纵容逆子勾连外室，毁我儿名誉在先，如今竟还有脸登门！来人，把这些脏东西全给我丢出去！传我的令，从此李陆两家恩断义绝。若陆家人再敢踏入我李府半步，直接乱棍打死，丢去喂狗。夫人，这墨毒入骨，老夫实在无能为力呀！滚！全都是废物，流水一样的银子花出去，连块疤都去不掉。娘，你还要往这无底洞里填多少钱？为了给哥哥治脸，我已经3个月没添新首饰了。那些小姐妹去游玩都不带我，嫌我身上寒酸。你哥哥的仕途都要没了，你还想着玩？陆家现在天天摔摔打打，陆莲恨不得跟陆玉断绝关系。当初他们不是挺团结的吗？以前我是那个被他们踩在脚底上的人，那是他们为了压榨我、折磨我，必须建立同盟，紧密的团结在一起，通过羞辱我，他们才能感受到那种虚伪的快乐。如今没了我这个共同的敌人，他们内心的贪婪与自私便再也藏不住了，只能互相攻击，分崩离析。李香君，外头那些传言挺难听的，说是你大闹婚礼，还没进门就退婚，你的名声可能全坏了。坏了就坏了吧，这有什么？你一点都不在乎，那可是名门闺秀的命根子。我不是圣人，更不能指望别人是圣人。只要我过得越来越好，说好话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。这世上的流言蜚语向来是趋利避害的，掌权者的身边永远环绕着顺从的人。等我再次握住权柄，身边出现的都会是好人。到那时，我反而要提防这些好人，去听听那些不同的声音。我开始经营自己的嫁妆，有了上一世的经验，这些做起来更顺手。我甚至可以弥补上一世的遗憾，提前找到曾经的得力干将，将商铺经营得更辉煌。短短3个月的时间，我的铺子就火了起来。瞧，那是李家大小姐，听说这几月城里最火的铺子全是她的手笔。啧啧，难怪敢当众退婚，这般才干，这般脾气，才是做大事的人啊！那些个规矩哪锁得住这种奇句子啊？还真让你说准了，这风向变色龙似的，转得真快。历史从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看淡了流言，才发现这世间万物，唯有握在手中的东西最真实。这眼神，陆玉，你也回来了。顾飞烟在哪儿？是不是被你抓了？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。前世所有的苦难，终于在这一刻找到了最分量的债主。陆玉，我等这一天很久了。你，陆公子挡着脸做什么？难道这脸上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怕惊扰了京城的贵人？李香君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陆公子，我记得你以前常对我说不嫌弃你，无需遮遮掩掩令人发笑。毕竟你遮着脸的样子，看着确实更可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20年的凄苦，我那一辈子被毁掉的希望和被践踏的尊严，他竟然想用3个字就化解。陆公子，我这里没你想要的人，更不知道顾飞烟在哪儿。但你我心里都清楚，这无上墨是不可能洗掉的。既然陆公子这么在意这张脸，不如干脆把这块皮肉直接剜了。我这盒祛疤膏药性极好，可以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便宜卖给你。此前种种确实是我的错，只要你告诉我顾飞烟的全清，作为补偿，我愿意拿出陆家名下的10处黄金地段铺面，全部赔给你。陆公子，不如咱们这样，你也顶着这张脸过上20年，20年后我一定告诉你顾飞烟在哪儿。那时候你还不到40岁，大可以重新开始。陆公子，你看这个交易如何？湘君，你非要如此决绝？陆玉，你记住了，这仇怨算不算完，什么时候结束，那是受害者说了算，你这个加害者没资格喊停。陆玉，我绝不会小看你。上一世你能爬到3品大员的位置，靠的可不仅仅是运气。李姑娘，陆玉动手了，他在玉香楼重金打听顾飞渊的下落。玉香楼接了。玉香楼规矩极严，既接了我们的坠杀单子，绝不会再接他寻人的买卖，当场就把他拒了。他那是打听消息是假，试探是真，被玉香楼一拒，他现在定然断定是我在追杀顾飞烟。果然，他转头就联系了玉香楼的死对头散花楼，只有一个要求，不惜代价保住顾飞烟，把人带到他面前。保住顾飞烟，那我也想看看，他拼了命要保住的是个什么样的顾飞烟。你就给我吃这种东西，邹武，你是不是也嫌弃我了？爱吃不吃。邹武，你站住！你竟然敢这样对我！
解药已经没了，为了保命，你竟然肯委身于邹武。顾飞烟，我真想看看，当你千辛万苦寻到解药，却发现根本解不开这加强版的墨痕时，你会是什么表情？告诉玉香楼，追杀暂时停下，钱照付。是。李家湘军特来拜会陆世子啊！好，里边请。陆家果然是破败了，上一世这里枝繁叶茂，每一处亭台楼阁都有人精心修补。如今看来，这繁华早已烂到了根子里。解药呢？把无双墨的解药交出来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变成这副鬼样子？瞧瞧，陆公子这场久别重逢的戏码，当真是感人肺腑。都是他，玉郎，是他亲手毁了解药。顾姑娘，当着心上人的面儿，你可没有说真话。当时我明明给了你选择，是在陆玉和你的容貌之间，你毫不犹豫地选了你自己。住口！你不许说，你不要再说了。说，给我一字不落地说清楚。陆公子何必动怒？这真相听起来可是很有意思的。说，你为什么不敢说？解药到底在哪儿？他自然不敢说，因为邹航，你闭嘴，不许说！因为那解药只剩下最后一份，李香君当着他的面让他选，是把解药留给你陆玉，还是留给他自己？陆玉，你心心念念的顾飞烟，他选了他自己，他选了他自己。顾飞烟，你真让我恶心！我竟为了你这样的女人害了我师父师娘。若能重来一世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，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放下我心头之恨。玉郎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，我怕我这张脸毁了，你就再也不会多看我一眼，我怕你会嫌我丑，怕你不要我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你竟敢说，你不相信我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当初你跟我才分开多久，转头就要明媒正娶迎接李香君出门，你对我如此三心二意，凭什么还要我相信你？若不是我那天大闹婚宴，你现在早就跟李香君双宿双飞了。那时候你还会记得武林中有个叫顾飞烟的女人在苦苦等你吗？你当初对我一见倾心，难道真的是因为我救了你，还不是你见色起意？我爱惜自己的容颜有什么错？我顾飞烟不是好欺负的。今日这爱国，分明就是你三心二意造成的，错不在我，全在你。顾飞烟不愧是我的敌人，但我此时竟然生出几分佩服。他这种人，永远以自己为先，永远有理由为自己的丢丝开脱。像他这样的人，大概每天都能睡一个问心无愧的好觉。一个女人的容貌毁了，在那深宅大院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想要的不过是夫君的宠爱，我可以给你。可你知道我脸上有了这墨痣会怎样吗？我陆玉这一辈子都别想在朝廷做官了，陛下会彻底忘了我这一号人，我陆家会被一脚踢出京城权贵的行列，侯府的爵位到我这一代就彻底断了。我本想做出一番成绩，求陛下开恩让咱们的儿子袭爵，可因为你的私心，这一切全毁了，陆家的未来全毁了。我们的儿女将来怎么办？你想过吗？顾飞烟，你真的想过吗？谁说女子的容貌不重要？容貌偶尔是给别人看的，但最重要的是给我们自己看。陆公子，你想体体面面的活在这京城权贵圈里，难道我们女子便不是人，不需要体面漂亮的活在这世上吗？当真可笑。没错，我无错，我爱惜自己的脸，我有什么错？真是难得，这辈子竟然在这件事上和死对头统一了战线，这出戏演到现在，真是让我觉得无趣极了。进来吧。带走。邹武可是朝廷重犯，我发现他被陆玉私自扣押后，便反手报了京兆尹，那50两赏银倒是好赚。为了看这出戏，我还特意给这些捕快塞了红封，让他们在门外候着。对不起。陆公子，临走前送你个消息，西域有解药，而那位顾姑娘认得路。李香君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你。你不信，可你除了去西域还有别的生路吗？我等着看你陆世子如何在这条绝路上跟你的心上人生死相依。你走快点，到了西域寻到药，回来本世子自然会饶了你。走快点，别磨蹭。世子给的赏钱早就花完了，那散画阁的人也没钱请。顾姑娘，你自己收着吧。陆玉，你的人眼睁睁看我受辱，这药就算我找到了，
也绝不会带回去给你。小女湘君，感念近年天灾频隐，愿奉上经商所得，尽数捐与朝廷赈灾。这位姑娘，本宫瞧着竟觉得似曾相识。好孩子，你这些年经营所得，竟能如此从容地应对这漫漫灾情，实属难得。娘娘恕罪，小女初见圣颜，一时激动失仪，求娘娘责罚。去端盆热水，拿条干净的帕子来。好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？没有，娘娘，民女所做的这些，不过是想求个问心无愧。重生这一世，我疯狂攒钱，拉拢人心，结交权贵。唯有皇后娘娘，不是我想报恩就能随随便便报恩的。我积攒了3年的财力，才觉得自己终于有资格站在她面前。这一世，我终于不再是谁的附属。陆玉，你费尽心机想求的翻身，我也要亲手为你断了。其一，传本宫懿旨，赏李家商铺天下一商匾额，日后李氏女行商所到之处，畅行无阻。是，那赈灾之事。其二，这赈灾的重任与李家的千万捐赠，便交由七皇子去办吧。如此不识人之明，不必让他插手了。陆兄，你这世子爷的身段倒是放得快，如今在殿下这儿求个小差事，也是难为你了。只要能为殿下效力，职位高低并不重要，只要能阿对这宝将来跟随新主翻身，这些屈辱又算得了什么？陆玉，你瞧瞧你干的好事，就因为你那点破烂桃花债，连累本宫失了皇后娘娘的信任，连千万两的赈灾肥缺都被老七抢走了。殿下，臣不知何处出了错。闭嘴！你这张脸看着就让本宫晦气。来人，把这丧门星给本宫踢出去，从此不许他再踏入皇子府半步。不，那是老宅，不能卖。李香君那个毒妇，卖吧，不卖拿什么给哥哥寻药？京城里那些公子哥儿，现在见了我像见了瘟神一样，谁还会来提亲？小姐，陆公子又打发人送信来，说是想约您见一面，有要事相商。不去，这都第几次了，他还没死心呢。我很忙，没那么多时间分给这些陈年旧事了。奉旨，陆家夺爵，收回侯府宅眷，无关人等速速离去。莲儿，莲儿，你在吗？母亲病重，急需银子抓药，算哥哥求你。莲儿，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？没了，全没了。不，我还没说，顾飞燕还没回来，她去西域找解药了。只要解药回来，只要我的脸好了，我就能重新开始。解药，是解药，终于找到了。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还是黑的？给我掉下来！掉下来啊！ 1年了，2年了，飞燕，你为什么还不回来？娘亲，快看，那朵花好漂亮！慢点跑，师太在那儿等我们呢。好漂亮的小姑娘，眉眼清明，心性纯正。李施主，这孩子长得真好，命格更是大富大贵，一生顺雷的好命。这一世，我终于让自己，也让我的血脉活在了光亮里。娘亲，你看那个人，他在发抖，他好可怜。宝宝，不要随便同情别人，在这世上，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的。可是他穿不暖，也没饭吃。你要记住，你不知道你同情的是人还是鬼。不过别怕，娘亲会陪着你一起长大，共享着盛世繁华。